经常会收到一些观众的私信或者电子邮件，他们老是在提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：国际形势、国内形势，无论你阐述的再鲜明，其实它的作用都很有限，对吧？如果你下定决心要走的话，其实你最担心的是出来以后怎么生活。因为我们见到太多的人，即便离开了中国，也因为前期准备不充分，或者说错误地相信了一些中介，把自己搞得焦头烂额。无论在哪一个国家，想要正常的生活都非常困难。所以有许多人让我提意见，或者说给他们一些建议。3年来我说了无数遍，每一次的提问都是类似的，那需要的回答也基本上相同，无非就是在每一个节点上，你能选择的面是不是更窄了？这是一个大的趋势，越来越窄。我们看到了很多国家对中国人，他的政策正在收紧。原先只是意识形态，或者说你在冲击别人的商业结构，现在多了一个病毒携带者，或者说难民危机，更深层次的东西都在各个国家出台的政策背后。那么你现在的选择其实就越来越困难了。而且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真正有准备的人其实从来就不多。比如说有些人认为现在美国很难过来了，是吧？因为川普限制了移民。那事实真的是这样吗？美国限制的是移民。你是怎么来的？你是移民签证吗？你是工作签证吗？你要能办得到，你早就来了，对不对？这会儿你还没拿到签证，就在想这些东西，这都是虚头巴脑的事儿。你要的其实是一张旅游签，我们知道越来越难了。那么原先我们知道有一些国家，譬如说他非常紧张，他对中国的政策从来都是在调整中，而且这种调整是让你感觉到莫名其妙的。譬如说老挝，他禁止了所有口岸人员的进出，但真的是这样吗？昨天老挝政府刚刚发布了一条通知，对所有入境的外国人要集中隔离14天，费用自理，而且明确的标注不允许你在家隔离。你把这条政策翻译成人话是什么？他有固定的地方安置你，然后呢，他赚你14天钱。那你再对照一下前期的一些政策，他真的拒绝所有外国人入境了吗？从这一点上你就可以知道，其实不是这样的。不要把所有的政策都当回事儿，因为没有几个国家是真的把门拴死的，它会留一条缝。好一点的国家，它需要更多的是技术移民。如果你真的有一技之长，哪怕你仅仅是会修个手机，是吧？会疏通马桶，不一定你要是护士或者是 IT 工程师，你说你会设计芯片，你说你会研制病毒，你是免疫学博士，这个人家不一定敢要你。但你如果是一个蓝领工人，其实很多国家是非常需要的。那么跟着就出现一个问题了，
所有人都在担心，我是不是要带几百万来？我要把房子卖掉，我要这个，我要那个。你要看看条件，对吧？就像洗钱一样，首先你得有，然后才能谈到洗。有几个人真的有房的，真的能卖个大几百万带过来的？其实不多。我们都知道，你有什么条件就按什么条件来。不要好高骛远的，是吧？我非得先干这个。先有 A， 再有 B， 然后才有 C 没有什么意义。你有没有钱跟你到其他国家生活，这是两个概念。所谓的钱，其实是你能创造财富的能力，而不是你已经获得的财富。那按你这样说，你赤条条的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你都是含着金钥匙的吗？你以为你是丘吉尔啊？所以不要把自己想象的那么完美，因为你从来就不是一个完美的人。你的未来在你自己手上，不要让别人包办你的一切，或者说给你规划，这是不现实的。你首先要对自己树立信心，然后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。至于你无论到达哪一个国家，你首先要做的是办理好身份，找到一份能够养活自己的工作，然后再谈理想。你说你在中国跟着习胖做中国梦没做成，你到美国来想做一个美国梦，或者你到其他国家想赤手打拼，其实我告诉你，这都不是幻想。如果你设定一个目标，只要你有足够的毅力，你一定会完成，哪怕是阶段性的目标。不要把未来想得太黑暗。每一个人都有未知的潜力，我相信每一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明天。我们在海外见到的一些朋友呢，最大的问题是自己不能融于他所选择的这个社会。在东南亚，是吧？在非洲看不起当地人，认为自己高人一等，然后呢，志大才疏，几年过去了，灰溜溜夹个尾巴又回国了。这些问题都是眼高手低造成的。所以每一个人，如果说你要踏出国门，其实很简单，放平自己的心态，踏踏实实的做点事儿。你比如说在东南亚国家，大多数国家拿一个身份花不了几个钱，有些国家很便宜，1年的暂住证和工作签证才$400左右。那么在一些落地比较昂贵的国家呢，他在录视频，你说可能会稍微好一点，是吧？你会觉得你事先有准备了，那你准备花多少钱呢？你能不能融入这个社会呢？这都是问题。像欧美国家，它都是法治国家。如果你在一个法治的环境中，想让自己更加真切的能够看清楚这个社会，你要提前有大量的阅读。这些阅读不是别人告诉你的书，而是一些非常简单的，譬如说游记。有很多人他在旅游的过程中，他有一些感悟，他会把它写下来。这些零碎的东西看起来好像是杂书，是吧？但是对你未来，无论是生活在哪一个国家，如果你选择的目的地，你收集到足够的资料，其实你就不会产生恐慌。因为不是每一个人告诉你的东西都是对的。你多看一些，多准备一些，其实就非常容易让自己融入当地的社会。有一些老的移民，他告诉你的方案都是10几年前、20年前，甚至更长之前，他们刚落地的时候遇到的情况，以及他们怎么处理的。时过境迁，不要过分的迷信这些东西。
你只要记住一点，踏踏实实的过好自己的生活，不要在任何情况下在社交网络上开玩笑，宁愿不说话，因为你说的每一句话都会被移民局当作证据。只要你足够小心，足够的遵守当地的法律，无论你找什么样的工作，都可以养活自己，不用提前设计。你如果说我去考一个厨师证，是吧？我去考一个铲车司机的这种证书啊，你认为非常有用，你可以去考，花不了几个钱。你哪怕学做面点，是吧？会蒸个包子，这也是一门手艺啊，对不对？荒年饿不死手艺人，这句话放之四海而皆准。如果你说我会白话，是吧？你可以做 YouTube 嘛，对不对？不是每个人都必须要谈时政的，你可以谈一谈美食，谈一谈摄影，谈一谈蓝天碧海，哪怕是高山沙漠。人们总是非常好奇我们日常生活之外的世界是什么样的，所以你要找到一个足够能够引起大家重视的比较冷门的一个点，或者你在即便是非常热门的方向上，你有自己独到的见解，你也可以养活自己啊。你可以做一个自雇人士，只要你按章纳税，你有什么问题呢？不要去过分的担心，也不要让别人来设计你的人生。听一家之言，终归是会栽跟头的。无论你要到达哪一个国家，最重要的是做功课，多看一看别人怎么说，尤其是文字版的东西，因为他说错了，他为了面子很难修改。文字版不一样，他会反复的斟酌，他会尽可能真实的反映当时的情况，甚至包括当时的心情。读着读着你会很有代入感。其实读这些游记，读各个国家旅游网站上的一些信息，能让你更真切的认识一个地方，更全面的了解它的法律法规以及风俗人情，让你避免走很多弯路。如果你在你要到达的国家有一些朋友，那就恭喜你了，是吧？你会走更多的比较顺的道路，避开我们曾经掉过的坑。其实如果有到美西的，到洛杉矶的，是吧？很简单，我一直在跟朋友们说相同的一句话：只要你能到我家，剩下来的事儿我来办。好了，祝大家旅途愉快，再见。